Hello， 朋友们，极狐的问道 V9 终于来了。那这车可以说是从预售到发布，真的是万众瞩目啊。那今天一条视频带你们看清楚极狐的全新品类问道 V9 MPV。简单的来回顾一下问道 V9 了这台车的外观啊，前脸这回的气势给的还是挺凶的啊。首先来了一个分体式的前脸啊，上面有一条很宽的这个灯带，而且里头啊也有点阵的这种感觉，并没有分体的大灯，而是大灯和这个灯带整个是一体化的。如果说中间没有这条杠了，我觉得它一体的感觉会呈现的更加好。大嘴的一个造型啊，这是极狐给出你的气势。那对一台 MPV 来说的话，这种竖直的大格栅，我觉得更能显出 MPV应有的特色。车长5.3米，是一个标准的大型的 MPV， 而且轴距已经达到了3.2米的一个轴距啊，所以说车内空间是非常充足的，无论是商用还是家用啊，这台空间绝对能够满足你的需求。轮组的部分235、55、29多条幅式的一个造型啊，如果我觉得这轮的如果能升级，或者说你让我加钱再升级2寸的话，我觉得这个视觉感会更强一些。透过轮胎往里看啊，双叉臂的前悬设置，那这台车呢并没有用上这个空气悬挂和这个 CC 的减震器啊，而是给了一套磁流变的减震器啊，那这个留在我们一会儿上路说。问道 V9 车尾的辨识度整体还是挺强的啊，尾灯是非常的宽，但是只有下边这一条的刹车灯是贯穿的，而且上面是给你做了一个两边分体式造型，中间是有小蓝灯的设置。作为一台 MPV 打开后备箱呢，这个后面还可以放24寸的登机箱啊，应该全车7个人都是可以放下的。而且拉开这个盖板下边还有一个比较深的储物空间。那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它的滑轨是非常靠后的，也就是说你3排乘客也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宽敞的腿部空间。光说这个空间可能各位不太直观。3排座椅展开情况下，里边是满满当当的坐了7名乘客，那后边一个大提琴包，还有一个网球包，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我告诉你，还能往里塞。OK， 上道具一个全尺寸的高尔夫球包你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去放到这个后备箱里，而且随身的一些行李、小包什么的，只管往里堆就好。所以这下对于这台车的后备箱，各位有概念了。冰箱、彩电、大沙发对一台 MPV 必须都得是给满的，而且前面这个轨道大家已经看了，是一体的，而且它的长度是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2排调节你也能可以调节很紧缩的空间，同时也能够非常宽裕的空间。那2排2个座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这些全都是机操，2个小桌板，还有上边的大洒电，以及这个冰箱也都全部给你配满。而且极狐其实这回不得不说，他们造这台车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因为吸取了大量的 MPV 的造车理念，所以说再结合它的首台 MPV其实它把这台车完善度还是做得非常的高的。那头顶上方一个大天幕，但这都不算什么，而且它给你配了7.6.1声道，也就是说有6个天空声道的音响，而且他们还和国家大剧院合作了这个 logo 看见了吗？国家大剧院整车可以给你非常沉浸的一套剧院式的音响影音体验。各位住豪宅的你们家里肯定用的都是系统性的中央空调，只有房顶上其实有出风口的，全部都是隐藏的，而且这种不见出风口，避免直吹，让整车的温度能够都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下。加热、通风、按摩、躺平、俯仰在这张座椅上全部都是可以得到调节的，整车全是零权零本无味道的这种健康安全的环保座舱，所以不用担心你家的娃上车会哭闹了。而且再有这张座椅你看整个腿托是这种一体化的，没有分割感，没有段落感，所以说对于你的腿的承托全部都是一体式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尊贵的。那这车的亮点有一个在这儿就是你MPV 很顺利的进入到3排以后，它这个3排也是具备电动调节的滑轨，所以说2排非常宽敞的一个腿部空间，到3排你把这个座椅移到最后，这个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宽敞的。你看这个2排座椅已经到最后了，我2排基本上我给你们量一下，1拳半的一个腿部空间标准的一个紧凑型家用 SUV 的布局那这个3排我觉得非常够用，而且座椅的加热，包括2侧手机的置物板、杯托全部给你安排上。第一次做 MPV本来全新的这个品类，我认为极狐可能是缺乏经验，但是极狐这回第1台 MPV 却给你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价值感整个门板你看打开之后这台车也给你做成了非常多的这个层次的变化，上面皮质的，中间手能摸到地质的皮质的钢琴烤漆，下面还有开放式储物格，再有这种比较深的储物格其实这套门板整个下来，你会看见不仅实用性好，而且做的豪华质感挺不错的。
头顶上面整个的顶棚全都是超纤绒的一个材质啊，前面的这个开扬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个圆镜智行的车机系统啊，还是这块屏幕用起来也是挺好用的，丝般的顺滑，而且8775的一个苍智一体的芯片啊，其实它与你的互动，包括整体的响应速度也是非常 OK 的。前面有一个镂空的中岛啊，上面是有手机的无线充电，包括这个杯托啊，这一块打开之后啊，还会有一个比较浅的储物格，底下是它的冰箱。首先可以看出啊，极狐在这套底盘上还是下了不少功夫。这套底盘前面双叉臂，后面多连杆，而且并没有像很多的 MPV 一样啊，用上空悬去改变这台车的一个舒适性，而是他们用上了磁流变减震器啊。那有什么好处？带来最直接的效果啊，处理的震动啊要更快一些。同时呢，遇到这种大的波形的话，它也能够迅速的去拉住车身，而且对于整个车身的这种悬架的刚度也会来得更好一些。那这个就说明你作为一个极狐问道 V9 的司机或者驾驶员来说的话啊，那你开着这台车会有一个更好的驾驶感受，不单单是有一个不错的舒适感让乘客，同样你作为司机也会有一个不错的印象。另外呢，也会结合这套智驾系统啊，前面的双目惯导的摄像头啊，进行前方路况的一个提前预瞄，实时的来调整你悬挂的一个软硬的刚度啊。那所以这样啊，无论是什么路况，其实它应对的还是比较从容的。作为一台来到了5.3米车长啊，整个轴距超过了3.2米，那这台车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其实在高速上一路试驾感受啊，它的动力还是比较够用的啊，227千瓦的一个后电机，320牛米的一个扭矩，其实我真的觉得对一台 MPV 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不需要0-100加速，你给我做到3秒级、4秒级，我只是舒舒服服的啊，让乘客或者说让司机有一个很好的驾驶状态和乘坐状态，从 A 点舒服服的抵达 B 点。同时，这套智驾系统啊，还能够在高速上为你大大的去分担你的驾驶疲劳度。7.9秒的一个官方0-100加速时间，我觉得对于这台车也是非常够用的。那这套智驾系统呢，也是和卓越联合开发的圆镜智驾系统啊，同时采用的是视觉的这么一套智驾的一个方案。那这套智驾系统呢，其实我们之前在无论是极狐的 S5啊，或者说 T5 上都去进行过尝试和体验啊。其实整个它来的包括决策，包括感知，包括整个的这个端到端车位到车位的智驾能力啊，我觉得还都是非常 OK 的。虽然它不是那么激进的一个智驾的这个体验啊，但是它给你很好的一个安全感和可控感啊。对于路面上的一些环境感知和整体的决策，其实它来的是非常的有信心的，而且整个的这种智驾的体验不会让你有过多的担心，其实还是挺有老司机的一个感觉的。这台车我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就是车已经来到了这么大，其实整体视野这回是需要你去一上车适应一下的，因为前面整个的这个车头你会坐在驾驶位啊，是感觉非常的长的。那前面的整个视野，其实说你要上车去稍微的适应一下左右的距离，包括整个侵入的这个三角窗的面积也是很大的，需要短时间的适应一下。转向的手感，我觉得对于这么大一台车来说还是非常好上手的，包括整体的这个回正力矩啊，包括转向左右的一个角度的阻尼增益啊，我觉得都还是非常 OK 的。对于 MPV 来说是刚刚好，不沉不重不贼，也不是那么灵敏，但是反而让你驾驶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OK， 那极狐的问道 V9 作为这个极狐品牌的全新的一个品类车型的话啊，这回带来了4个车型。那预售呢是从21.99000到28.99000的一个售价啊。4款车型有 Max、Max 加以及 Ultra 还有 Ultra 加，全部都是用的和华为鸿蒙同款的雪橇增程系统，而且满油满电啊都会超过了1300公里或者说1250公里。纯电状态下啊，这台车也有300公里的一个续航水平，所以啊，主打的就是一个花对的钱干对的事儿，同时性价比超高的一台2MPV。那正式上市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台车的售价还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